叮咚，個世界清靜晒。所有的指标抽离到最后其实只有4个字：低买高卖。参数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决定扣动扳机的那一刻。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纠结哪个公式更优美更专业，哪个模型更权威，只需要抽离出一套我们自己的参数，直接把它扔进遗传算法的核反应堆里面，不要去教机器怎么思考，让算法呢在海量的历史残骸里相互厮杀，自然涌现出那个胜率最高的出场点。忘掉过程，只看目标，能赚钱才是交易的第一性原理。而为了彻底逼近这种纯粹的数学本质，我对系统进行了一次最野蛮的认知切割。我把 K 线从数据库里面彻底删了，丢掉了所有的开盘价，无视所有的最高点和最低点，系统不看任何 K 线形态，没有什么黄昏之星啊巴拉巴拉这些东西，只处理极其干瘪的一堆收盘价和当时的顺势价。这就是今天这套系统的基石，把大做小，化繁为简。以上就是我这套系统的第一条铁律，尽量不要用大型机构已经在用的参数或者是方法论，即使要用也要有所变化，做一个变体。系统的第二条铁律呢，叫做最悲观原则，即默认系统一定会出错，默认 API 一定被黑，默认合约一定爆仓，默认服务器一定被攻破，默认回测是一定优于实盘，默认过拟合。只有在这种极度悲观的绝对防御下，才能保证我们账户里的钞票不会被黑客黑走，不会被集团行情吃掉，不会被 bug 扫掉。那么在这种极度悲观的背景之下，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够赚到钱呢？只能是现货，而且标的只能选那种宏观周期上具备毋庸置疑的多头趋势的。最悲观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保证，即使所有的环节全部出错，也无非只是少赚一点而已，绝对不会亏。巧合的是，上期视频发出来之后，有一位观众说他自己做了一套 AI 系统，策略刚好也是 DCA 策略，他跑了8年的回测，初始是1万，最终是跑到了6万2，听起来很不错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他同期的无脑定投也跑出了6万3，整套 AI 系统折腾下来呢，只比定投多赚了不到 2%。更致命的是他做了压力测试，这套策略只在 22% 的模拟路径里面能赢过定投，也就是说换一个市场环境的话，大概率是跑输的。他的疑问就在于为什么系统会卡在 22% 突破不了。这里我们首先要引入一个概念，叫做超额收益率。超额收益率等于实际收益率减掉基础收益率，说人话就是超过正常水平的额外回报。我也走过和这位观众一样的路，就试图引入大量的算力，无限优化 DCA 系统，但无论怎么进化，系统总会卡在某一个极值点上不去。这不是策略不够聪明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试图在一门已经接近满分的功课上死磕。因为现货定投本质上是长线吃趋势最极致的策略之一嘛，它的逻辑极简，就是子弹永远是满的，永远在买，永远也不会错过。你很难在它的基础上再做出实质性的一个超额收益，因为一旦你试图主动去操作，不管是抄底或者逃顶，实际上都是在削减你的仓位暴露。观众的系统最终演化出来的解也印证了这一点。 AI 会发现尽量少动或者不动，接近定投才是最优解。这不是 bug， 而是数学期望上锁死的上限。基于这个认知的变化，我不再纠结怎么把定投策略优化到120分，而是引入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。就像考试一样，你数学已经接近满分了，再提1分都很难，这时候就应该去提升别的科目的分数了。你也许语文英语才60分呢，是不是？定投吃的是长线趋势，那有没有一种策略专门吃定投吃不到的部分呢？有，这就是我的微观引擎专门去吃的盘整行情。趋势策略和震荡策略在数学结构上是天然互补的，两者放在一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作之合。这就是我系统的第3条铁律，双轨并行。那么现在正式介绍我的系统。系统第一部分，剥离 K 线，用 PVA 重构市场视野。
核心理念是机器并不需要看形态，只需要物理位移，所以抛弃了这个 K 线，不在引擎处处理开盘最高最低这些信息。对一个状态机来讲，那些带有长短引线的 K 线全部都是噪声。我们确实是可以只提取极简的一维收盘价的序列来预测，也不叫预测吧，来感知市场的状态，就是计算3个纯粹的数学指标，一个 P 就是价格相对于基准线的一个偏离， V 速度价格的一个运动动能是对时间的一阶导数，然后是 A 就是趋势正在爆发还是正在衰竭，其实就是一个加速度嘛。然后通过这3个值构成一个 SJM 的三态感知，可以通过这3个物理量把复杂的市场强行降维成3种状态，就是平静、贪婪、恐慌。第3部分，基因突变与环境。当我们的策略搭好之后，里面必然会产生一堆不知道该如何设置的阈值，比如我们刚才第1部分讲到的价格相对基准线的归一化的偏离，那相对的是哪根基准线呢？是 EMA 200还是144？以及 SJM 三态感知什么情况下算平静，什么情况算贪婪恐惧？对一条连续的价格曲线在时间上进行离散的求导，那这根线要包含最近多少个点才能抽象出真实的规律呢？这些全都要靠算力去涌现的，这也是上一期我为什么说要把小做大的原因。我把决定这些信号敏感度的14个核心参数打包成了一组基因染色体，完全不用自己去设置去计算哪些点要用什么值，只需要把它丢到算法里面，让成千上万个策略在历史数据里互相厮杀就可以了。这部分在上期的视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整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 Sigmoid 的动态天平。因为传统做波段往往是跌了买 10%， 涨了卖 10%， 经常买飞或者是满仓套牢。我用的解法是控制论里面的模型预测控制的思想，就微观引擎做波段用了一个神经网络里最经典的 Sigmoid 的激活函数，把价格的位置、速度、加速度分配不同的权重，算出一个综合得分，然后丢到 Sigmoid 的函数里面。Sigmoid 的激活函数呢，是一种常用的非线性函数，数学表达式是这个。它的魔力在于能够把无限大的信号得分完美平滑的压缩到0到1之间，这个结果就是此时此刻系统理论上应该持有的权重。如果算出来权重是 40%， 那现在实际浮仓只有 20%， 系统就会精准买入 20% 的差额。如果目标权重降低了 10%， 系统就毫不犹豫的卖掉 30%。 这里再一次把大做小，连止盈止损都不需要手动去计算了，这就是我的一个量化逻辑。一切无法准确预测的市场混沌状态一律删掉，不踩顶底，不设止盈止损，永远只对目标水位和当前水位做多退少补的纯数学抹平。这是一个真正的无状态天平。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不依赖任何固定的所谓金叉、死叉和 K 线形态，我的参数是在遗传算法里面动态变异的，没有固定的阈值。大机构的那些超级计算机也就无法精准狙击我的买卖点，避免了个人量化交易系统最大的风险，就是作为小鱼小虾的我们被大型机构的这个量化机器给吃掉。单独看这个函数，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是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分析一下，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函数的美感了。当行情暴跌的时候， Sigmoid 计算出来的权重就会暴增，越跌就会越买。但是如果一直跌，然后又没有子弹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个 Sigmoid 会一直去积累这个势能，它计算出的目标权重会随着不断的下跌百分比越来越高，极端的暴跌行情下可能会从 40% 一直累积到 80% 甚至 90%， 这个时候 DCA 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这波积累的势能呢，我们不会丢失，而是会在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打入定投资金的时候瞬间给它消费掉，买入大量的低成本筹码。这个时候目标权重已经达标，如果行情上涨的话，权重从 90% 降到 80%， 系统就会卖出一部分，涨得越多卖得越多，而这笔筹码全都是低成本的筹码，自然是低买高卖的，绝对盈利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 Sigmoid 的函数完美兼容了以下几种情况。第一，
一路暴跌，积攒势能 DCA 更多低价筹码赚。第二，先跌后涨，买入低价筹码，上涨时快速套利赚。第三，先涨后跌买入的现货进入宏观死仓，绝不卖出，直到跌下来后拉低均价，等下一个顿挫的窗口卖出，还是会赚。第四，一路暴涨，但是有回调，那就会先卖出筹码，但是当卖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引擎只会卖出浮动仓位的部分，绝不去动用吃长线趋势的仓位。这个时候只要行情出现短暂的回调，函数就会计算出目标权重增加，之前卖出的部分又在回调的时候买回来，等再次暴涨上去又会套利卖掉，还是赚。第五，如果是一路暴涨没有回调，那就和 Michael Saylor 一样，逐渐积累足够大的 BTC 的仓位，为未来10年、20年的长线趋势做布局，依然是赚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要写代码覆盖以上的5点信息，要写进多少 if else。但现在呢，一个 sigmoid 的函数就完全搞定了，直接用数学的平滑性覆盖了所有可能的市场缝隙。最优美的就是这个函数的导数是由它自身当前的状态决定的。这在交易哲学上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系统不需要去外求复杂的支撑阻力位，它只根据自己当前的仓位状态，就能极其高效的决定下一步该买多少卖多少。这是真正的自洽与极简，也是超量的把大做小，化繁为简。按照文档的要求，以下是具体的 Web Coding 分步骤指令。先是 Facelink 直接复制投入到我们的新项目里面。这里呢，我会把这份 plan 以及进化引擎的文档公布给大家。为了整个演示的速度我这里就全程使用 Composer 2的这个 Fast 模式去写。这步跑完呢，我们就有一个整个的项目架构，还有一些基础的文档。Facelink 就写完了，你看也加入了很多实用的 skill， 然后项目的基础骨架就已经打好了。一定是新开一个对话。这步速度也很快同样的完成这一步，提交一下。Phase 1，按部就班嘛，继续 Phase 2。Phase 2主要是搭建一些物理的基础，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是在 GORM 的设计，因为我不想自己去操作数据库所有的数据库都通过 GoStruct 来完成，然后自动同步，这样的话我们完全不需要管数据库的内容，只需要管代码就可以了。OK， Phase 2写好，继续。这里是量化数学的基础层，包括一些资产仓位管理，然后怎么样去判断市场的真实状态，以及宏观引擎的一些操作。SJM 如何界定牛熊？像散户就是用眼睛看 K 线，觉得是牛市就认为是牛市。有一些量化用金叉死叉判断牛熊，但是这些都比较滞后，而且偏主观。我是用一个压缩与统计学的方式，并不去预测明天是涨是跌，就只做状态压缩，拿到最新一批的价格数据 PVA， 然后不看绝对值，而只算标准差。当价格加速度向下击穿某个极限标准差的时候，就判定为恐慌，然后速度持续在均值上方且加速度为正，判定为牛市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的垃圾时间全都归为死基态，就尽量不去做操作。这个降维呢，就是可以把市场强制收敛成3个离散的状态。在恐慌的时候，系统自然会拉长定投的周期；在牛市的时候，就会缩减激进程度，从而达到一个动态自适应的效果。哇，这个速度真是超级快感受到这个 Cursor 的 Composer 2 Fast 模型的速度没有？其实 Cursor 它的模型并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认为 Cursor 的 Harness 管理应该是最顶尖的，所以用 Cursor 写，哪怕是 Auto 模式，它写出来的东西也能保一个下限像我们这种有详细文档的丢给他写，写的是真的好，又好又快。Phase 3做完就是 Phase 4策略模块。最后就是重复这个流程 ，Phase 5、Phase 6、Phase 7、Phase 8一直做完。
这就彻底写完了，抖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跑起来。OK， 可以了，风格还行呢。整个系统呢抽离了这么多内容，一定就会有人问我，那你这个系统能不能赚钱呀？你抽离的 K 线，那不是连那种长下影线接针都接不到吗？这怎么盈利啊？我的回答是不接针，因为接针是 80% 的人想做的极限赌博。那根据2/8定律呢，我就不接，等市场上接针的人爆仓，那些带血的筹码自然流向不犯错的数学系统里。我承认作为人的弱点，也深刻接受，也会贪婪，会恐惧，会忍不住想在极限行情里去接那根针，所以就把人性的弱点打包删掉，全部都交给数学。这是对市场一种深刻的敬畏以及自我保护。最后呢，我想聊一下一个 AI 的局外人，它在我的系统里面目前还是一个试验性质的。我尝试让大语言模型像一个老练的宏观分析师一样，给我的数学系统提供一点直觉。这不一定是能够写进代码的，但它是 Web Coding 的一个浪漫，就是用人类的数学模型兜底，用 AI 的感性寻找超额收益。它会对我输出一个3维的参数，以辅佐我的量化交易系统。但与 DeepSeek 的底层逻辑类似，我不会让它参与决策，只让它做辅助来帮助我交易的细节。我不太确定这个 X 因素到底对现在的系统有没有帮助，所以这一期并没有公开。如果大家对这一类非交易因子感兴趣，想要看更 AI 式的硬核解析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加关注。我是可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求关注。